5000×8000或者是5000×4000的时候，然后原来的那个图像就会被放大成这个样子，然后就会有类似于这种色斑的效果。还有像这种，看一些这种细节，很多人对细节有兴趣可以看一下。然后嘞，还有一张，差不多这样子。等一下啊。拿一张图放在这边，然后跟大家先聊一会儿，然后等一下开始示范。这张其实结构有很多问题啊，我就也给大家看一下细节。这张其实有很多结构的问题，比较早期化的，然后最近也在不断的弥补自己这一块。现在先开始聊，先聊一聊吧，然后那个等一下开始示范。我是最近这次回来以后，然后那个一下子接了太多的那个工作了，导致我现在有点忙不过来，然后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是现在是回来以后打算一边画画，然后一边做一些讲座分享，然后再接一些单子嘛，然后一不小心接太多工作了，然后导致我以前的话，大家在微博给我留言，在 QQ 上给我留言，我基本上每一个都会回，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已经有2-3个月都没有回复了，就是这段时间的东西接的太多了。9月份那个在葡萄牙有一个那个讲座，然后我前段时间在那边准备到时候过去要讲什么，然后还有他们有一些采访啊，然后办那个签证啊，然后在明年意大利的罗马那边有一个艺术学院，然后找我过去做讲座，然后我要提前给他们准备一下，我到时候过去以后大概要讲什么东西。然后那个还有，对，我最近就已经开始给343，就是给美国那边继续给他们画图嘛，这边的图我还要画，然后自己还要做一些东西，就一堆东西混在一起，就特别忙。然后东西多了以后，有时候就会做事情就会开始变得不认真嘛，没有那么走心了。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容易那个出错的。像我这次办葡萄牙这个签证的时候，就太随便了，因为我之前是有过美国和那个加拿大的那个出国的记录嘛。我在美国办的那个是叫杰出人才引进，是O1的那个签证，就是那种比较很难办的签证都办下来了。然后我以为葡萄牙那个签证肯定没有问题啦，就随便办一办就行了，就根本就不认真嘛，人家叫你提供什么银行的那些记录啊什么，我就不管他，没事，反正有之前的记录了，然后不走心，结果被拒签了。然后我现在还有1个半月的时间，我现在要想办法，就是再去签一次。要是签不下来就很尴尬了。对方的机票也买了，酒店也订了，然后那个采访什么的都做了，他们宣传也都做了，要是到时候过不去，那个丢脸就丢大了。所以这也是个教训吧，就是怎么说呢？再多事情，既然那个接了以后，就要好好的给他做清楚。然后现在在反省啊，要反省。然后下一次意大利那边罗马那边的那个签证，如果万一这次失败了，罗马那个签证我肯定要好好的仔仔细细的给他搞定。
然后跟大家聊一些就是学习的时候，其实学习啊、分享啊、进步啊这种东西，怎么说呢？像这种分享是有一些作用，但是实际上你们学到的东西，其实像这种讲座，精神鼓舞的作用大于你实质上学到的东西的那个作用。怎么说呢？我其实不太会给大家教什么东西，但是我一般来讲比较喜欢用自己的例子，就讲我自己实际上发生的事情，然后说给大家听，大家从我的那个经验当中去获得一些那个你们一些帮助啊什么的。然后呢，怎么说呢？一个人那个能不能进步，一个人那个就是学习的一个过程嘛，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你自己有没有学习的意思。举个例子，就是我当时刚刚进入那个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2001年，我那个时候是做3D 嘛，刚刚进入那个公司，游戏公司开始工作。其实那个时候的实力是很弱的，我那时候是不管是美术基础还是对3D 方面的那些东西都很弱。然后刚进公司的时候，公司里面有一些经验比较丰富的，比我大个7、8岁、6、7岁的那些前辈，然后跟他们在一起玩嘛。然后他们懂的东西就比较多，然后跟他们学习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公司里面有一个当时画的比较好的那个叫夏季，那个当时经常跟他们玩在一起，然后那段进入公司以后，我的那个画画的水平一直在进步嘛，然后其他的朋友看到了以后，他们就去问那个那个夏季，他就说，哎呀，你怎么老是教暖家，就是把他那个老是教他，然后他的那个水平进步这么快，就是都不教我们嘛，你这个不公平啊，是那个你比较偏心嘛。然后他就懵了，他就整个人就懵掉了，他说没有这种事情啊，我对你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然后他说那不对啊，那他进步比较快，这是为什么？他们一开始这么觉得，但是随着过了几年，3、4年、4、5年以后啊，他们慢慢知道了，因为我的水平的进步是一个怎么说呢？我是那种一直都是会找东西，就是不断的去挖掘各种各样东西出来学的那种。比如说最近比如说当时的那个材料很少，可以学习的材料很少，没有那种那个戏剧方面的技法那种东西。那我有时间我就练基础，那我基础练的差不多以后，然后会把技法补一下，然后或者偶尔会看到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很不错的教程，在当时的那个软件还不是特别，就是应用啊什么笔刷这种东西还不是特别成熟的时候，然后看到那个像无极黑这种教程，我打开我就拿来看，哦，原来很多东西是这么弄的。但是呢，说实话，我不看那个教程也行，因为基础你只要不断在练的话，像这种技法方面这种东西，你只要那个，不管你什么时期，你看到以后，哦，你懂了以后，然后就用这套方法去画，你画出来的东西还是基于你原来的那个实力。像很多不管是培训机构还是学校，他们为什么要去挑那种好的学生呢？比如说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啊，美术分比较高的，他们为什么要挑那种人？因为那种人你基本上不用怎么教，他们本身就是有很强的自我学习能力。然后呢，你把他招进来以后啊，他就自然间就会变得很好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到哪里去学，不管跟谁学，最关键的就是你自己，自己的努力吧。我当时唯一那个做过的一次，带过的一个小班嘛，就是在那个我在网龙的时候，天明的部门，当时网龙有个子公司叫天明，他们找我给他们做一个分享。我记得我第一次做这种跟6、7个人带他们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进步的话，最关键的
两个东西，一个是你有没有时间，这是最主要的。你如果每天上班下班中间你都挤不出时间来，那你根本你就算再想进步，你也没有办法。首先第一个是你要是有时间，你要挤出时间，或者你本身就有很多空余的时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没有动力，你有没有那个拼搏的那种，或者是说特别想要去进步，特别想要去画的这种。没有这个两点的话，你怎么样都没有用。然后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些示范嘛。我之前的那个示范是这样子，就是两条路嘛，一条就是我一开始准备一个什么东西，然后画给大家看，就是从头到尾就这么画下去，就跟一般的那种分享差不多。我在我微博有发一个兽人头的那个就是比较典型的那种分享。然后呢，我后来还想到一种，就是大家你们来出题目，然后我来完全照着你们说的那个来画。就打个比方啊，大家看，这里是聊天的那个屏幕嘛，然后呢，我到时候说3、2、1截屏，然后这里到时候出现什么字，我就把这个什么字画出来。但是这个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是一开始没准备好的话，这个图有时候经常会画出来很囧，就是很难看。所以说呢，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我先准备一个大概的一个主题，然后呢，到时候再截图，截出来以后，混在一起画。这样子的话，我有一个准备，图可能会品质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然后又有一些那种互动这样的。呵呵，好吧，然后现在就开始。等一下，我先涂个大概啊，然后到时候再来问你们的意见。这个是我自己之前准备的，我看一下啊，当然了，你们这些打的那个字里面，如果有一些18禁的，我就直接给你们过滤掉。你们不用打字，现在还没到截图的时候，我先打个底稿。而且这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想法，就是画一个像一个有点像我之前这种图，这张啊不是，错啊，有点像之前这张，这种风格的，有点末世的这种。那种辐射这种感觉的，就是大战以后的这种，然后骑着一个飞行器这种废土的这种感觉，这种风格的。然后画出来以后，到时候你们就随便讲点什么，然后想办法给它加上去。有时候加的比较有时候加的比较勉强，有时候加的很顺，所以说看运气吧，有时候会好看，有时候不好看。
找一些参考。哎，笔刷大家可以去我那个，可以去我官网上面，不是官网那个什么，微博上面，我微博上面我有分享一套笔刷。微博上面如果找不到的话，去那个百度上面搜一下软家笔刷，应该到处都是。就这一套，你们可以看一下。前面很多都没用的材质笔刷，主要是这一排，最后这一排。这个笔刷基本上这个也不是我自己的，我是从别人那边拿到的。先画一个大概的轮廓。其实这种设计挺简单的，就是把一个那个摩托车那种后面加一个喷射器，把那轮子去掉，后面加个喷射器，然后加一堆机械给它混在一起就行。如果这名字是直播，这是直播而不是录屏。等一下，我画个大概，然后你们可以发表一些，怎么说呢？到时候把你们想要画的东西加进去。加个机枪，我看一下，要不要加机枪？算了，不要加，小心的。我是机械键盘，没办法给你们拍照。我那个键盘是那个机械键盘，很响的那种，按下去嘎哒嘎哒，那个声音特别清脆。
差不多是这样的啊，就是一个大概的这个形状，然后接下来开始截图。现在呢，这里是一个聊天窗口，然后你们自己可以看到你们自己那个在那边打的字，然后这里它只有4个格子，所以说我到时候3、2、1，然后截图的时候呢，截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然后我就把你们那个这些字啊，想办法加进去。有些时候会加的好一点，有时候有些东西我实在没办法加，反正到时候看情况，这是随机的，有时候好看，有时候不好看，但是我有个大概的底子。然后现在我说3、2、1，然后开始截图啊。3、2、1截图我看一下啊，对 ，OK， 我3、2、1放掉，3、2、1，我看看截到什么。森林系列一拳超人，一拳超人叫我怎么加？光头吗？好吧，那我就画个光头哈。但是这样的话就不能画妹子了，光头的话就不能画妹子了。然后守望先锋，这个还有森林系，我看看后面加一些森林。哎，来不及了，反正不用再截了，就截一次。然后这个一就没办法了。其实有时候截的不好可以再截一次，但是我觉得为了那个怎么说呢，叫什么？按一开始说的来嘛，我就不变了。后面要是森林啊，然后一拳超人骑着这个飞行器，然后在森林里面。这是你们自己打的，绝对公平的。光头妹子的这个口味太重了，下不去手。画森林这个其实你一开始都不要想到你画什么，你就记得就是怎么说呢？配色，先把那个配色给它做出来。我可能等一下要是画不下去，我还要搜一下森林的那个叫什么参考。你们居然会讲一拳超人，我真的也是还好我看过这个漫画，我也是醉了，一拳超人，我搜一下他长什么样。一拳超人，那基本上是这样子。这张吧 ，OK。
我给它存下来。我说要画的过程为什么要这么做？对啊，你们不想你们你们不想看画一拳超人吗？我刚截图就截到一拳超人啊。那我想想办法画个女版的吧。有头发了，到时候看一下，到时候看。有时间的话，我再给它加上去。怎么聊天室？怎么这个聊天界面没有那个？聊天界面怎么不刷了？我看一下。可以，刷新一下就可以。我到时候看一看，把它画成妹子吧。女版的嘛，现在不是有很多女版的什么那种。一拳超人里面的女性角色是吧？我看一下。有吗？我没看过这漫画，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龙卷是啥？我就看了前面几集，后面就没看了。是另外一个角色吗？算了，画个女版的吧。到时候再说，到时候我看一下，我想一下，我先把这个机械和这个。图像大小，
4000。我现在的电脑是那个苹果的那个笔记本，我的那个大的电脑还在那个美国，从美国那边运过来，我还没收到。我大的那个电脑是那个苹果的一体机，就是那个最大的那个27寸嘛，对，就那个。然后现在用的就是苹果的笔记本，接近最高配，不是最高配。然后我现在用的是那个新地的那个13还是15，我忘了，好像就是比较小的那个尺寸的，这个就可以随身带的。然后我大的那个是平常用的是24的 HD， 现在也在运回来的当中，都是新地的。手腕先锋怎么弄啊？我想想看啊。手腕先锋那个有点没解啊。我搜一下森林，我要找一下参考。DVA， 这里面现在只能最好是一个角色百度一下。找一下参考。OK。一拳超人一开始有头发，真的吗？你这让我想到了 X-Men 里面那个 X 教授，他一开始也是有头发的，被那个天启弄没了。多讲讲思路的，我想想看啊。思路怎么说呢？现在我就是
先定下来我要画，本来我是想画一个妹子的，骑着这个机器，然后把你们讲的东西加进去，结果你们一拳超了。哎呀，我在想再怎么样，是吧？我先画吧，画了如果有一个样子不会太恶心的话，到时候我们再截个屏，再加一点东西。对对对，像手腕先锋这种没办法加进去啊，你也不知道加什么东西。就像你说加暴雪，除非你真的是下那个暴风雪，然后你说是吧？森林这个它很具体，我知道是什么一个意思。聊天窗口有时候会，对DVA，你们该打了这么久 DVA， 我看一下 DVA 是什么。因为我就看前面几集，我是打算养肥了再看。哪一个？是这个吗？只收 DVA 啊？啊，这个手换先锋是吧？我去，这个好吧。我看一下啊 ，OK， 我就让那个一拳超人跟那个 DVA 两个人骑着这个车在森林里面兜风吧。我把它往后移一点。哇，变成情侣了，变成情侣了。怎么觉得有点怪？我想想看啊，这个不能靠太近，要不然一个前一个后，看看就是有点那个不对。想想看啊，怎么办呢？完了，我现在有点，这样有点怪。女的在后面会好一点，女的在后面没有那么污。就等于是那个叫什么，载着那个女朋友去那个兜风嘛，这样就行。一拳超人不是一个单身的那个叫什么？那他的头发也不要了。
好，接下来要开始想想看啊，怎么处理这个森林。它这样子在后面的话，斗篷基本上应该是垂下来，应该就是被夹在中间，看不见了。那个光头下车，哎，我以前分很多图层，现在不喜欢分图层。如果项目要分图层的话，就画完以后让他们自己去分。看一看。我现在在想办法，怎么样把这森林给它画清楚。
如果在开的途中的话，应该会有些水花。那个回头要跟那个叫什么腾讯那边反映一下，它这个聊天的这个界面，一会儿它就会完全卡住，然后看不到任何留言。光头太煞风景了，是吧？那我想想啊，这个飞船的设计是有个大概的感觉，但是一开始没有想好。实在不行，把这个一拳超人换到其他地方去。确实太煞风景，把它去掉，回头想个办法给它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对，让它躲到草丛去，在这里露个头，偷看。把它放到水里面吗？太差。感觉像是一个不正经的和尚，然后在偷窥人家。哎，算了，回头想个其他办法。这家伙放在这里面，一下就变成搞笑片了。或者这样吧，他在这里飞，他在飞。接下来我的重点会放在把森林和那个摩托车给它画好，然后再接下来把这个角色给它画清楚。
嗯，哎，嗯，加一点点那个亮光。
呃，人物给它稍微细化一下，看看它长怎么样。图也在这里。找一下它的参考，找一些特写。OK，
嗯，差不多有个大概的样子。然后接下来飞船，我想想看啊。嗯，
我的这个聊天器我过一会儿要刷一下，要不然我看不到你们说的。下次我这个应该先设计好，这样我就不用在这边现场再想。一般来讲，画的比较专心的时候就没空看你们聊的嘛。
对，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情，上次在北京的时候，给一些小伙伴画了一些做了个分享，然后好像稍微改了一下，我找一下。以后有机会把它给画完跑哪去了？没了算了，等最后再来弄。先把这个画了。
看一看。再剩下点时间把那个人物给它细化一下。这就是那个森林里面那种光嘛。图上到底怎么样？戴了个耳机是吧？暗部的那个色相跟那个叫什么？暗部的色相跟那个亮部的色相要分开。
要再画脸部要再画细就没时间了，我就脸就不细画了。嗯，2个小时画不了什么东西。我是画的比较慢，画的比较慢。我看你们这么多人反对一拳，我就把它拿掉了。
在这里。主要是这辆车我一开始没有设计好，中间浪费很多时间。设计好再来画的话，就速度会快一点。这个要更像的话，就要那个再多花点时间。然后2个小时的话，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吧。然后那个，我可以再花一点时间再细化一下，有兴趣的朋友还可以再看一下。原来规定是2个小时，差不多就这样可以了。有兴趣的还可以再留下来，我看看哪里再细化一点。
或者我回头再细化一下，然后那个再发出来。要不然接下来有问题的朋友可以问一问，我给你们答一答，还是继续画？画脸是吧？嗯，我把倒影画一下。
后面加点光是吧？嗯，哇，还没存呢。有点苍白，我就给它加的那个加暖一点。其实这还有很多地方要调。算了，现在来不及画投影。
画面有点乱。就这样吧，回头再画。然后接下来要不要问点问题什么的？你们要继续画还是那个回答问题啊？看一看这个，哎呀，找点参考，等一下。好吧，接下来时间加点细节。等一下要画头对吧？等一下把头加细。
一般一张画多久画完？有规定，有些图我就只画1周，有些图就只画2周，有些图只画1、2天，有些图只画3天，有些图没有定时间。要看我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定多久，要画多久都可以。最长的时候有一些图就画1、2年这样啊，没有2年，1年半最多。偶尔有空拿出来改一改，偶尔有空拿出来改一改，不是全天候再画。一天怎么分配时间啊？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是练习练得最疯狂的时候，每天挤出时间来画画，除了上班时间。到了美国以后，就稍微懒散了一点，但是回家以后差不多也会画个3个小时吧。然后现在在老家这边比较舒服一点，最少也有画8个小时。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对光影的理解，光的理解其实就是一些原理吧，光学的原理什么的。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天光打下来，然后这里是明暗交界线，看到没？然后这里是反光，水反上去，所以为什么这里会有点偏冷色？按道理讲，这里也应该偏冷色。折射、反射这种最基本的这种，还是要看一下、懂一下。当你把这些东西都搞清楚了以后，然后你就可以随便发挥了。这种算是基础的那种光学原理，你可以去看一些3D 的书，或者看一些，应该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东西吧。我记得很早以前上网搜一下什么那种什么色彩啊、光影的基础入门那种东西，把那些东西先搞懂再说。然后接下来就多做练习。觉得临摹好还是自己画好？你如果实在是没有那个一点概念的话，你就可以先去临摹。那你如果临摹了一些以后，临摹不要经常临摹吧，偶尔临摹一下。有了一些概念，知道怎么画了以后，再去写生。新人的学习有什么建议？新人可以先临摹，临摹了差不多了以后，然后拿照片来，然后那个可以画一些电影剧照，最好不要画照片。照片算是第二次的艺术，就是别人已经经过了一次加工了，
比如说看到真实的东西，他先拍照了，他用他的摄影技术把你拍出来以后，然后你照着他的那个去画。那要万一这个人摄影技术很差的话，那你画的东西就会不好看。所以说保险起见，去找一些摄影大师或者是一些电影剧照，好的那些电影的剧照去临摹那种照片，就不是说随便什么照片拿过来，什么明星的照片那种，有一些他那个明星照片还是 P 过很多次，把皮肤什么那些细节都 P 没掉，然后你照那个话就是很容易误入那种错误的那种那个感觉吧。所以找一些比较知名的电影啊什么的。我也临摹啊，我小时候也临摹啊，是不是很贱？我有画一些剧照，我记得08年的时候。开班我这2-3年之内不会考虑这种东西，因为我自己手上很多事情还没有做，所以应该是不会去考虑这件事情的。你们如果只是要入门的话，其实很多东西不用怎么说呢？很多资料你们看一看就会了。无接黑的教程可以去找来看嘛，那个我一直觉得挺有用，因为我基本上没看过什么那种戏剧教程，这是我看过的唯一的一个，他就告诉你怎么用笔怎么涂，其实跟我现在做的事情差不多，然后其他东西主要看你的美术基础。你如果要学特效、学3D 这种，那肯定是要找那种专门的那种课程啊、学校那种。像技术这种东西，那还是要那个好好学。画画其实只有一小部分是需要技术的，大部分的都是靠基础和你的设计。有一套叫无极黑的教程，我来给你们打字。对，你们去搜一下 Massive Black。哎，我打的字怎么没有显示？哎，算了。无是无知的无，然后极是那个太极的极，黑是黑色的黑。设计能力啊，设计能力跟你的那个资料库有关，脑子里面的资料库和你手头的资料库有关。就是首先你要有积累足够的量，比如说我现在要你设计一条裤子，那你肯定是要去看一看之前那些人设计的裤子怎么样。你要有，比如说你这时候2个人，我让这2个人都设计一条裤子，这2个人水平是一样的，然后一个人拥有2万条不同的裤子，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那个风格，不同的种族的那种各种各样的裤子，2万条的那个图片，它有这个图片的那个的一个资料库，然后你什么都没有，我让你去想象，那这个时候你可以那个参考的范围就变得非常窄。你看过2000条裤子以后，当然我不是说叫你去抄袭他的那个裤子，你要知道人家的那个裤子的那个理念啊、设计啊，各种各样不同的风格，每个时期的那个流行什么样的那个东西，然后你的客户向你要求要设计什么样的裤子，或者你自己给自己要求要设计什么样的裤子，你有了这个材料库以后，
你的那个选择和你的那个设计的面就会变得非常广。比如说这辆摩托车，我肯定也是看了很多科幻片，什么那个七龙珠、星球大战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那我脑子里面有一个这个具体的这个感觉，然后我去找一些什么摩托车啊，它这个其实就有点像老爷车，老爷车把轮子，你看那个很多的这个科幻的这个坐骑，它就是老爷车，你看老爷车的轮子去掉，然后在这个地方加上那种摩托车，你知道摩托车引擎的那部分的那个细节加上去，它就很像那种飞行器了。然后你问我说原理是什么？那其实很简单，就是喷射，然后底下这边有一个往下喷的那个东西，可以让它浮在天上，然后后面这里往后面喷。像那个什么《银翼杀手》啊，什么那种，还有那个《第五元素》啊，那种电影里面那种，很多这种类似这种飞行器。为什么回国？国内的东西好吃。中国菜，中国虽然很多地方都落后，但是中国菜真的太好吃了。回来可以到处吃。我在国内的时候，经常小时候去吃什么肯德基、麦当劳，什么那个必胜客什么的，觉得好洋气哦，好有那个叫什么，好有格调哦，哎呀，喝咖啡好帅，哇，到了国外就1周，我就吃了1周的那个意大利面和那些什么面包啊，那种法式的那种料理，直接就吐了，实在受不了。然后去超市里面买了一些青菜、豆腐什么自己做，哇，才缓过来，要不然根本没办法活下去。然后接下来在加拿大待了2年，都是自己做菜。没办法，你的胃从小在这种环境下面长出来的。女孩子可能还好一点，因为很多女孩子喜欢吃甜食、面包什么的，我实在是没办法。如何让画面放松下来？你像你这种提问啊，属于比较抽象的那种。知道什么叫抽象？就是说，比如说那个什么，有些时候我经常有些朋友他当笑话听，就是策划跟他说，我现在，我要你把这张画画的那种，叫什么？把这个建筑画的有一种那叫什么感觉，我都有点忘了，他那个形容词非常有意思。有一种什么想要在里面飞翔的感觉，还是什么，我有点忘了，反正非常抽象的那种形容词。其实画画，你说到技巧，我们不说感性那部分，就说到技巧这一部分，这里面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大白话，都是那种很赤裸裸、血淋淋的那种一些原理技巧这些东西。那当我们欣赏一部作品的时候，我们可以比较感性，这个怎么样美啊，让我感觉到什么那个没有问题。但是基本上大部分的技巧都是就那样呗。你用什么样的笔刷？你这笔刷是透明的，你这笔刷是比较厚实的，其实都是比较那个相对于没有那么感性的东西。你说让画面放松下来，你要首先给我发一个例子，什么样的那个会比较放松吗？黑白关系做到90%再上色没有问题，如果只要你能够控制得住的话。像我一般起稿的时候画个大概我就开始上色，我不太喜欢到很后面再开始加色，总觉得那样有点，我以前曾经那么试过，但是我没成功，始终做不到。但是我知道有些人他就特别顺，做的特别好，他甚至是画到100%，然后直接叠个颜色就 OK 了。
这根据你自己的性格和你的那个擅长的那个方面去制定你自己的一个画法，不是说一套画法谁都合适。当然，你可以去试一下。好多问题啊！好多问题。颜色一上破坏了形体，怎么办？颜色一上破坏了形体怎么办？你下这笔的时候，本身就是会破坏形体。比如说，我在这边加一点黄色，我加上去，轻轻的加，其实就不会破坏了。你看，轻轻的加上去，一点点的加上去。你如果很用力加上去，当然就破坏掉了。你应该是说深入的时候怎么样把握好色调吧。很多人在深入的时候画到后面就跟他一开始的草稿不一样了，很多人有这种问题。记得以前那个在激战2的时候，那个 Tail 经常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他一深入他就完蛋了。我跟他说你这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解决的东西，你要那个有耐心，就是你要知道细节，你要知道怎么样把握那个细节。国外工资高，当然比国内高了。受光面和背光面的饱和度怎么控制？你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控制，你就那个受光面饱和度低一点，偏冷一点，然后暗部的那个饱和度高一点，这个是最简单的那个处理方法。我以前经常这么做。这种最高这种颜色，其实你往这种缝隙里面加都没有什么问题。但你如果加在亮的地方就不太好了。人的眼睛就是怎么说呢？像这种它是有点透光的那种感觉，我以前经常用的，就在暗部这种地方加上这种红色。最近用的比较少，偶尔还是会用一下。蒙区尔工作不需要法语，那边的人都讲英文，很多人讲英文，大部分讲英文是可以的。做这行学历不用高，我是初中毕业。现在不知道，我那个时候是不需要什么学历的，关键是要作品。色彩的运用这种东西，这个问题的那个范围就太广了。你应该多关注于你画的那个东西，而不是去想那种色彩要怎么用。怎么说呢？比如说你画树林的时候，你就要多去想一想看这个树林，这些树的这些绿色啊，这些是什么样的一个绿，然后那个土地上面的那个土，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橙和什么样一个褐色，然后搭配在一起的时候。要配上什么颜色？为什么有些植物是紫色，但是它在这里面又不会看上去很奇怪？
你要根据具体的那个东西，然后再去想这个可能会更好一点。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然后你再去讨论这个用色。但是怎么说呢？其实也可以啊，就是互补色吧，紫色配黄色，绿色配红色。你画面里面如果只有那个冷色，看上去其实也行。哎，色彩这个东西还真的是没有一个100%的那种理论，你必须要怎么样？因为色彩是比较感性的东西，它没有绝对的意义上面的正确。你这张图你这张图你可以那个怎么弄？这张图你可以偏一点，红色，或者可能不是这么调，用另外一种调法，你可以偏冷，也可以偏红，也可以偏紫，其实是没有那么的那个绝对的。色彩就是关键，就是你那个搭配，色彩的搭配配色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现在那个画面里面，有些配色是绝对不提倡的，比如说这样的，眼睛瞎了，我就给你亮一下就行了。就是超高饱和度的绿色、超高饱和度的红色、超高饱和度的那个蓝色混在一起，你看上去就想吐。所以说你画面里面的那个饱和度要有一个节奏。哇，刚才看了一下，眼睛都疼。什么细化一拳超人？你还记得他吗？我说的那个高饱和度的那种是过度的啊，有些人的那个画里面饱和度就比较高，但是他那个也是有控制，他不是没有控制的。他的风格可能饱和度偏高，但是，看他怎么处理。我有一段时间的饱和度也非常高，整体的饱和度也非常高。我刚才说的是那种特别过度，然后那种怎么说呢？刚才有点炸掉那种就不要了。像很多印象派那些画家的那个饱和度都很高的。我还真的没细化这个，不管它，管它去死。什么 ？CM 对你的评价？还有这种事，我怎么不知道？我记得我有一张图的饱和度非常高，我给大家做个例子，不能随便得罪了啊。给你们举一个例子，看你怎么用。有些图你一开始下色的时候，饱和度就是超级高的，像这张图，这张图的饱和度就有点就偏的特别高。你看这个红色基本上是最红的，然后那个蓝色啊这种，这饱和度是很高的，各个饱和度都很高。我说的是那种每一个点全部顶到最顶点那种，
那个是我基本上没有看到有人这么画画。我说的是把这每一个地方都给它弄到最顶点。不过你们可以试试看啊，我那个也是有可能。色彩这个东西它真是没有固定，我只是举一个例子。你们要讲 CM 吗？我记得在加拿大的时候，有一个同事跟他聊到，然后他就说，他是一个那个老外啊，他就说，基本上他现在就是，据说反正是第一个用 Photoshop 画的那个很出色的人吧，就是特别那个特别早就那种搞出了各种各样的技法啊、笔刷啊、理念啊，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吧。我自己看，当时刚开始学的时候也是看很多他的图，包括现在我用的这套笔刷里面，有一半以上估计都是他用过的和他那个他自己造出来的笔刷，可能在国外地位是比较高的。画插图，人物和背景老是脱离，像这种最好拿具体的那个图拿过来，我给你看一看。下次搞一个改图的那种环节吧，给你们改图什么的。我用的是新地。怎么要把完成度提高？完成度完全就是时间啊，你花多少时间就你的那个完成度就有多高啊。你看像我这样继续画下去，画个1年半载的，这张图就超级细了，或者画个1周吧。呼呼呼呼。新地和电脑摆放的位置，我的那个微博里面有我的那个新地24 HD 和那个苹果一体机的摆放位置，然后我现在的这个电脑的摆放位置，我现在这里不能截图，我跟你讲一下，就是这里是我的笔记本，然后呢用书本当做垫底垫在下面，啊这边是我的新地13，应该是13吧，13 HD， 它有自带的一个那个后面的那个架子啊，那个架子被我丢垃圾桶了，那个东西超级难用，然后我自己在淘宝上面买了一个小架子，非常好用，然后架在那个书上面，然后中间这里再放一台那个显示器，回头我到时候发群里面，你们到时候看一下，我发到我的那个QQ 群喵喵基地那个群里面，到时候你们传一下。新地不会发热，新地很稳定。以后还打算出国吗？我看情况吧，我先在国内待2年再说。
我现在就是一边给343画图，一边做一些分享，然后一边画自己的图，基本上就是这个节奏。Matter Painting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给电影的那个场景嘛，画那个背景图，拿一些照片拼一下。然后后来画概念的很多人，给电影画概念，很多人就就用照片贴什么的。然后有个好处就是很多地方你就不用画了，只是一个理念。我以前刚开始画图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3D 嘛，我那时候也用照片贴。你们可以去我主页上面去看，我2007年以前很多图都是肆无忌惮的用照片贴。然后后来我改变了自己的一个路线，我就想走纯画画路线。然后走入纯画画路线以后，我就开始就再也不会去贴这种东西了。2007年以后的所有图，这跟每个人的那个路线有关系啊。有些人贴，有些人不贴，这个无所谓，看他自己喜欢。我是不贴的。画集我现在在画，嘿嘿嘿。群号眉毛基地梨花，等一下画完以后给你们截个图，还可以再加1000多个人。色彩怎么样提高啊？色彩它有一个，它除了基本理念以外，还有一个色感的问题，色彩感觉。所以说你平常最好多去下一些好看的那些油画啊，一些色彩比较好的那种图，拿来做桌面或者拿来摆在旁边，经常看。看久了以后，你的色彩品味就提高了。那你如果每天拿一些那种色彩很奇怪的，或者是就是那种没有那么好的那种色彩，看久了以后，你会习惯那个色彩，就可能就甚至会觉得那个色彩好。但是这种东西真的也没标准，反正我是觉得多看一些好图吧，看到好图好的一些色彩搭配以后，你的那个色感就会变得比较好。我之前的很多图的那个色彩其实都有点问题，我现在也在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多多练习，多多练习。什么群主不许人加入？等一下，我给你们等一下啊。喵喵基地梨花的那个群号是3373295157，应该是这个吧？应该是这个33梨花，可以加，还可以加1000多个人。加拿大和美国的平均工资多少？这个应该是可以讲的。4万美元到那个30万美元吧。之前听说有50万美元的艺术指导，一年啊，很多刚毕业的好像是4万美元一年，4、5万美元一年吧。你们自己换算一下汇率，对，一年。之前还跟朋友在一个网站上面查过，他们那个网站是各个行业的那个薪水，然后那个
有些人他会自己把自己的薪水上传到那个网站上面去。然后我们有去搜了一下，看到这个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况。然后据我所知，差不多也是这样。年薪啊，30万美元一个月的话，那个就太可怕了。30万美元一年。什么没回复？哎呀，有一些艺术指导有到什么50万什么什么那个，那我就不知道了。他有一些人到了某个程度以后，他是单独喊价的。哎，3D 做辅助啊，我记得那个2007年的时候，你可以去我官网上面看，有一个机器人，我是3D 建完模型以后，然后在上面画的。2007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碰过3D 软件，也没有用任何东西做过辅助。2007年以后就是纯画画路线。之前因为我是3D 嘛，当时做3D 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心态，就是反正就弄一张图出来就行，所以没有任何的那个忌讳。我那个时候有贴照片，然后拿照片拼一拼，然后在照片上面画，然后拿 3D， 我那时候也是 3D 嘛，拿 3D 建个模型，然后在 3D 上面画，这种事情那个时候经常做。你也可以看一看我那个时期的那个画出来的图，很多都是那个照片啊，然后还有 3D 辅助。2007年以后的图，我有个分界岭，就2007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早期当然会临摹，以前临摹过剧照。其实我07年的时候啊，都有临摹过剧照。那个时候就为了学一些那种色调的运用什么的，像什么加勒比海盗啊那些好莱坞那些电影。我那时候还临摹过一张什么变形金刚什么的。怎么画出油画的画面？这个问题你应该去学一学看画油画。像我08年的时候自己去买那些画具材料，买回来以后去网上找了那个什么吴兆明的那个教程，照着那个教程去画，然后那个其实都不用怎么教，你就看他怎么弄你就怎么弄就是了。等一下我这个新手怎么开始？新手先从多画开始，什么东西都画。新手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要太讲究了，新手一开始要多考虑数量，少考虑那个，不用太纠结。新手一开始不要太纠结去那种调画面啊怎么样，少用一些工具。最关键的就是要用数量。新手一开始最关键的就是数量，一定要多。喵喵基地森罗，这个是另外一个组群，它可以加2000个人，然后喵喵基地梨花里面可以加2000个人。
不能进吗？应该有管理给你们通过吧？我等下我看看我这边，梅花基地梨花现在里面才1100个人，应该还可以再加900多个人啊。哦，还可以再加700个人，还可以再加700个人。337329157，梨花嘛。他们应该一直在加，管理员应该一直在加。其实像现在这样子，我就可以跟你们聊聊天了，因为我现在不用怎么思考整体的东西，我就可以一边画细节，画细节不用脑子啊，不需要用脑子的，我就在这边一边涂啊，一边跟你们聊一聊。像我以前画到这一步的时候，我就打开那个相声啊，看一些节目啊。以前看那个什么《舌尖上的中国》、什么《甄嬛传》那种，都是这么看，都是这么一边画一边看。VR 是吧 ？VR 大部分人的感觉都是以后的趋势吧，以后应该都是用 VR 玩游戏什么的。但是据说有一个，因为我自己没有玩过，据说那个眩晕没办法，好像很难去怎么克服还是什么的。但是 VR 应该对 3D 和我们游戏圈做 3D 做原画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你做 VR 你也是需要这些东西，一样也是需要 3D 建模，一样也是需要那个概念设计。高饱和度啊，有些时候只是我自己喜欢加这种高饱和度的颜色。它有一个基本原理就是透光嘛，就是光，你这叶子啊，一片叶子，你亮部，你这个叶子如果朝向亮光面，应该是这样子的。你这片叶子如果是背光的话，应该是这样子的。背光的话，你就是饱和度比较高，因为它光线透过你这个叶子里面去以后，那个因为什么叉叉叉原理导致，具体怎么样我不知道，好像就是导致这个叶子的那个饱和度特别高，这就是透光原理。就像鼻子在光线，你拿手对着太阳，你背面看你就是红红的，这就是透光的一个原理。然后我前面有分享一个大图的时候，等一下，我自己画图的时候，我喜欢在里面加那种超高饱和度的那个颜色，然后我喜欢加一些发光的那种感觉，像这个嘴唇，你看这个地方加上饱和度加的特别高，然后这里就稍微低一点。其实有些时候只是一个喜欢吧，你可以这么玩，就是看你自己的那个需求了。就像你穿衣服一样，你可以穿饱和度高的衣服，也可以穿饱和度低的衣服，由你自己搭配嘛。因为那个猫比较可爱，比较喜欢猫，所以就要猫猫几点。刚才群号33多少？你们再给他发一次。还有700个空位，应该不会满。我看一下，空间还是挺多的。
你进不去的原因可能是他管理员还在加其他人，所以你每隔一会儿，然后发一个加群邀请，他肯定就可以了。他可能点不过来吧。国外的工作不会很苛刻，基本上还是挺尊重你的。起码我去的那几个地方都是挺爽的。我刚去的时候，我还以为国外是不用加班的，因为我是在国外待了5年时间，1分钟的班都没有加过。后来才知道，原来其实只是因为美术、原画它不怎么加班，不怎么对，不怎么加班。那其他的那个部门，其他的那个像3D 啊、特效啊，他们加的比较厉害一点。因为游戏不是快要推出的时候，他们就需要多工作一些时间。身体还行吧，最近有健身什么的，最近还要练腹肌呢。我本来在国外腹肌练的差不多了，然后一回来吃太好了以后，唉，回头我要再把它练起来。就跟父母在一起住，你很难很难减脂啊什么的，他拼命的给你灌吃的。色彩不用按照光谱的那个规则来。我该说过，就是色彩可以有一定的那个随意，但是素描方面还是要稍微拘谨点，因为素描还是有一定规律的。比如说你该亮的地方要亮的，该暗的地方要暗。比如说你光从上面打下来的时候，你最好还是上面亮下面暗，要符合一些它的那个规律。色彩的也有规律，但是规律没有那么严谨，我记得。素描的关系还是要稍微严谨一些。像我现在在画的时候，我就要考虑一下这个光是顶部的嘛，所以我这里要亮，这里要暗，这里可以那个有点反光。
深入比较轻松，因为你大体都已经定下来了，你接下来应该也不会改太多东西。一开始我可能要思考一下，这个色调啊，哪里暗哪里亮啊，光线的位置啊，用什么颜色啊。现在我只要思考细节就行了，所以对我来讲，加戏还是比较轻松的吧。导出 JPG 的时候，尺寸是多少？你自己爱导多少就导多少，没有关系。在343，我插画也画，设计也画，跟美术有关的都做。语言交流没有问题吗？英文说不好怎么出国呀？我刚去加拿大的时候，英文很烂，特别烂。然后他们帮了我很多，带我去做社保啊，去医院办那个医保卡啊，各种各样的那种帮助吧。然后那个时候开会的时候，那个听不懂，然后那个工作的时候很多东西还弄错掉，慢慢硬混到美国了以后，我就基本上工作方面失误就很少了，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开会的时候还是有时候有点懵，所以需要他们再一对一跟我解释一下。到了343以后，开会的时候基本上也听得懂。然后最后的时候就是说他们有一些笑话，他们讲一些老外的笑话的时候我听不懂，因为他们有些美国的名人啊，美国那些梗很多梗我听不懂，那没办法。但是基本交流没什么问题，搬家、去银行办事啊，然后租房子、退房子，各种这些生活琐事，去哪里吃饭，去其他城市买机票、住酒店。我的步骤是有点像雕塑的那种，先涂一块泥，然后在上面把它雕出来。你们要是这么画不来，你们可以先画线稿，然后在线稿上面上色，这样子你有一个基底在下面比较好，那个就不会乱嘛。其实这个步骤是看你个人喜好的，这个没有绝对的东西。因为我以前不是做3D 嘛，3D 它就是你就是拿一个 box， 然后在上面切线，然后在上面拉。以前没有这些 brush 的时候，建模就这么建。我可能就是有一点习惯了这种。嘿嘿嘿。后面有 ZBrush 建模就容易多了，早期没有 ZBrush 的时候都是用点拉的，但是 ZBrush
没有学，我到 Jambura 学的时候，我就已经不用，再也不碰这个 3D 软件，我现在连安装都怎么安装都不知道。构图啊，构图其实就有点像你切割画面啊，有一个三角构图嘛。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构图，你画就三角构图最平稳的。然后东西最好放在1/3的地方，像这个东西你最好就不要给它放在中间，你不要给它放在中间就不好看了，你给它放在1/3的地方，它会稍微好一点。像这个构图我就觉得稍微可以再拉宽一点。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哎，这样子弄一下可能会更舒服一点吧。不要叫老师啊，叫小佳佳就可以了。40岁之前结吧，应该还好。被我妈听到要被打死。10点半了。美国的生活，怎么说呢？还是挺好的，就是说东西还是没有国内好吃。哎，其他都很好，公司很好，项目很好，然后那个空气很干净，然后人跟人之间互相尊重，然后法治社会什么的都很好，就是食物没有国内好吃。它其实美国很多自由我们用不到啊。画师的话，基本上做设计游戏的，像343里面基本上，嘿嘿，除了有2-3个助理是微软那边特派过来的女助理，其他全是男的。就是因为做设计游戏啊，女孩子怎么会去喜欢设计游戏呢？女孩子比较喜欢那个奇幻啊、魔幻那种。像我在激战2工作室里面，有一半以上都是就是原画，一半以上都是女的，
里面很多女性的那个职员，但是在343那边全是男的，而且全是肌肉男，一个比一个壮。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去健身嘛，就是受了那个气氛的影响。这边一看，哇，8块腹肌，那边哇，8块腹肌，好吧，然后我也去练。然后他们告诉我怎么练腹肌，怎么练那个这个肌肉，怎么去练那个肌肉。啊，流量忘了开到100%，我平常都是100%化，我就说怎么有点怪怪的，难怪要用力，哎呀天哪！难怪我刚才觉得有点不太舒服。画细节的时候就可以一边看剧一边画。画面要实到虚，虚到实，为什么呢？因为你人的眼睛只能够对焦，只能对到一个点，知道吧？你眼睛看到虚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自然忽视它。就是说，你眼睛刚看到这个图的那一瞬间，虚的东西你不会去看，你会去看实的东西。像你看到这张画的时候，你不会看这边，这边是虚的，你会第一眼就看到这个地方。虽然我现在在细化这个地方，但是你第一眼的感觉你不会去注意这一块。所以说，为什么要虚虚实实？其实就是控制画面，这就是为什么要有艺术家，而不是说拍个照片啊什么乱七八糟就可以搞定了。就是你要去引导看这幅图的人，你要去引导他，哎，不要看这里哦，不要看这里哦，看这里，看这里，就是这种，你要在这里把它画实了啊，这里画虚了以后，他就会去看这里。你如果把这里画虚了，这里画实了，那他第一眼就看到这里。所以说，这就是艺术家为什么要有这种艺术家这个职业，你就是要去控制引导。然后为什么有些地方就是比较灰一些，有些地方为什么要保护度高一些？就是你第一眼会忽视那个灰的东西，会看到保护度高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就是会在中心的，我有时候会在中心的地方加一些高饱和，或者在一些特别细致的地方加高饱和，就是会刺激你的眼睛，让你去注意这个地方。如何在短时间内很深入一张画，这个就看你的经验了。你要是画这种东西画得很熟的话，比如这张图你已经画过100遍了，那再让你重复画一遍，那你就很轻松了。这张画你从来没画过，你还要去思考怎么设计它，让你画得当然慢。像我刚才画这个就比较慢，像画这些石头这些东西就没有压力，因为我已经画过很多次了。笔刷我的那个微博上面有分享，如果微博上面找不到的话，去那个我的群里面也有，群里面再找不到，百度搜索暖家笔刷应该就可以搜到。后期加细啊，后期加细的笔刷其实我看一下，可以用这种扁的这种笔刷，它可以这种扁的笔刷，它可以切出一些非常细致的地方。这种，你其实真的可以画细的人，也不需要这种笔刷，直接就画就行。群加不上，你再多加几次吧，他可能管理员比较忙一点。怎么避免颜色脏？颜色多的话，其实脏很多时候，我记得以前有讲过，就是
脏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你的那个颜色脏，而是你黑白关系没有处理好。你看着这张图脏的时候，你把它去色掉，你看看它的黑白关系，你就会觉得，哎，黑白的时候也脏。原因就是你素描关系没处理好，而不是颜色。要放大画的时候，只是说画脸的时候可能要放大一点，要不然或者再加更细的时候需要放大，要不然平常这么大我觉得够了。看你自己需求吧，你要是看不太清楚的时候就需要放大，看了觉得还行的时候就不用放大。细化一下脸毛，找一下参考。少女时代除了允儿还喜欢谁？只有允儿吧。要找找看。头部处理一下就结束了吧。画脸的时候我就先不聊啊，脸还是需要那个稍微想一想。哎，把它合并了。
这张图尺寸4000多，一般用多大尺寸？5000、6000吧，6000多，5000多乘2000多，或者6000多乘3000多，有时候会到8000多乘4000多，那比较少，画的比较大、比较长的图的时候才会那么大，要不然一般比较小。分辨率300没错。能把参考图发出来看一下？你要看参考图吗？刚刚搜了一个侧面，然后找了这张侧面做参考，然后这个是前面的这个角色的参考，然后这个是森林的参考。
呃，这衣服我怎么觉得有点像新世纪福音战士啊？我再看一下它长什么样。我主要是画角色的时候实在很难讲话，画场景我就因为你画石头画偏掉，画石头怎么说呢？他没有说什么石头画扭掉什么的，没有这种情况。石头扭掉你怎么看得出来？石头本来就乱长，但是人你很容易画扭掉，所以画人的时候就不太能讲话了，而且我的基础也没有那么好。回头等我基础练好了，我就可以一边跟你们聊天一边画角色。
平板了。呃，刚才是有人说腿短了是吧？对，确实腿短。这个角色腿确实挺长的。其实我这段时间刚好在练腿，脚这个地方真的很难画，我现在画脚还不行，但是给我点时间深入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或者有个参考什么的，那现在就先这样吧，先这样吧，凑合着看吧。对手臂也短，看一下，那个，这个腿应该是还有点透视的。这个最好回头去找个参考，可以画得更准确一点。
摩托车的透视有点问题啊，刚才好像看到有朋友说，这种东西都是后面慢慢调。一般来讲，这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到了这里它会变得更大。差不多11点了，先这样吧。这个图到时候反正发出来你们看，到时候截个图。可能视频这里看可能，还是比较粗啊，但是就截个图发群里面吧。连续画4个小时其实挺平常的，但是4个小时确实中间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个小时，然后再画4个小时，然后再休息2、3个小时，然后再画。先这么着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么么么。